伊朗到底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資源？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我跟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國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今天先來關心到這一場的美伊戰事，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析。首先第一個，美軍的前高層在這個時候開始示警了，說，我們在中東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現在原來的基地來做設置了。必須要做一個很大的重整，因為呢，現在美軍基地等於是淪為伊朗的一個打擊的靶場了，代表美軍在區域的優勢已經受到動搖了嗎？第二件事情來看到的是，美軍之所以說這個基地可能要被迫後撤或者是西遷的原因，就是因為伊朗的飛彈射程現在是已經可以超過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現在在新關注說，很多款的中國武器的供應鏈可能在介入伊朗來使用。所以美軍要做這樣子的一個調整嗎？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件事情，我們來看到就外交面來看，伊朗拒絕跟美方的高層談判，而且在荷姆茲海峽這邊掌握了許多的優勢，包括了這個分段的航線，跟它開始要收取服務費，全球航運能源秩序會被重新定價改寫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首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嗎？這一次呢，其實我們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說的陰謀論，因為是連美軍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揮官小麥肯錫他自己親自的來做示警了。他特別說到是美國在中東的基地部署必須要全方位的調整。他怎麼說的？來看細節。他說，沒有任何腦袋正常的人會把中央司令部前進總部設在離伊朗只有160公里這麼近的地方。美軍應該要大幅的把我們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開去做調整，這樣子呢，伊朗才會更難發現我們的基地，也更難做打擊。原因是因為你離它太近的話，不就變成了伊朗的這個箭靶了嗎？再來，我們來看到華爾街郵報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說近期美軍之所以害怕，就是因為伊朗多次的透過它的飛彈跟無人機，朝着美軍位在巴林的海軍基地來做攻擊，已經造成了當地不管是在指揮中心、它的通訊設備以及多棟建築都因此受損了。來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統計，伊朗已經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軍基地，從戰爭爆發到現在，228處的建築跟設備都因此遭到損失，所以小麥肯錫才會認為說，這個基地呢，我們趕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個分散性的一個部署。但是問題是，剛剛提到的嘛，伊朗的飛彈射程4000多公里，美軍能撤到哪裡？大家也在質疑，難道撤到歐洲去嗎？還是乾脆整個退出波斯灣呢？今天就這個議題，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其實這就是地緣政治的這個關鍵問題了哦。什麼叫做地緣政治？就是地理位置決定了一切哦。那麼美國距離中東，距離西亞的地區實在距離非常的遠哦。那麼因此，過去長時間美國在介入中東地區的相關事務的時候，大部分哦都是靠它在中東海灣國家內部所設立的這個各式各樣的軍事基地哦，他用這樣的一個軍事基地來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後來加強他對整個中東地區的這個掌控跟影響力。這是過去美國在中東玩的遊戲哦，就是說美國不可能每一場戰爭都從本土拉個部隊到中東來，這個光花時間就要花這個數週甚至幾個月的時間了。那麼因此，過去美國是高度的依賴哦，他在波斯灣的這些海灣國家的所設立的各式各樣的海空軍的基地。但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次的這個美伊戰爭的過程當中哦，美國傳統的基地的設計跟這個傳統的這個防禦的這些設備哦，被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的模式給徹底的擊垮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用很廉價的導彈去消耗掉了這個美國在中東地區各個基地或者是前哨的這個雷達站所部署的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通通把這個防空飛彈給耗盡了。他們用廉價的
這種飛彈去換了這個美國相對來說價格極為高昂的，不管是愛國者或者是薩德的這個飛彈哦。那麼這對美國來說，這個根本就是一筆不划算的賬哦。那麼同時呢，你會發現說，伊朗還用了大量的自殺式的無人機，然後來攻擊。用飽和式的攻擊來攻擊美軍的基地，所以美軍的基地其實傷亡相當慘重啊！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15座基地，228處的設施都被擊毀。美國國防部並沒有承認哦，這是美國自己的媒體用了這個其他民間的衛星的影像圖片去比對的哦。就美國國防部從頭打到尾哦，他到現在都沒承認說他有被打得這麼慘的，因為他覺得他講不出來。那你更不要提說美國的媒體最近才公布的另外一個，光是在今年3月1號，一架這個伊朗的自殺無人機去攻擊了美軍在科威特港口的一個工作站，光是那一場攻擊就400人受到輕重傷。可是美國國防部當時怎麼對外說的？90%都是輕傷啊，結果明明都是重傷了，他通通都給你這個粉飾太平，把它變成輕傷了。我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因為這也是媒體踢爆的，這是美國 CBS 跟那個 The Intercept 這2個媒體踢爆的。為什麼？因為受傷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屬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傷了，你怎麼可以說我是輕傷呢？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哦，就是美軍在中東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國大兵，其實在這一場美伊戰爭當中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這種不對稱的作戰，接下來如果持續再發生下半場，美國依然討不到任何好處。而且就如同我剛才講的，什麼叫做地缘政治？地緣政治是今天是美國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國哦。坦白講，伊朗反過來去打美國也很難打，因為很遠了。对。那麼問題是現在是美國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來打伊朗，當他整個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歐洲國家的軍事基地又不敢借他用，那麼問題就來了。那美國要怎麼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艦嗎？航空母艦躲得比誰都遠，因為它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當靶子了。那你說要用歐洲的這些國家的美軍的軍事基地來做這個長途的奔襲嗎？這個歐洲國家恐怕也沒這個膽，也沒這個意願把軍事基地借給美國。所以你說美國最後就算照他的建議，說我基地再往後撤，那又怎麼樣呢？你再往後撤，那你所有的這個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長途奔襲，你要用加油機，然後你要這個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夠攻擊到伊朗本土了。然後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邊等你。他的雷達現在看起來，也許這個外面我謠傳說，中國大陸也提供了他一些技術跟設備，所以針對這個逆中戰機，他已經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這些相關的武器，這些很廉價的監視飛彈哦。那麼這些防空飛彈系統都極有可能對美軍造成重創哦。所以其實坦白講，美國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特別是我要強調的是，美國如果要做一個侵略者的角色，他在中東是沒有任何的優勢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當一個侵略者的角色，其實這一切都好談呢。对，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美軍千里迢迢哦來打這個伊朗，到底說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後撤，真的有用嗎？等一下同樣的問題也特別來請教幹哥哦。那麼也代表說這個伊朗把美軍趕出中東地區了嗎？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後撤基地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話，再來就是說美軍他另外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來自於媒體的報道說，伊朗不斷的獲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武器。我們稍微看一下 CG 來看一下細節，伊朗獲得了哪一些來自於大陸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飛彈面來講，中國製的肩射防空飛彈，外媒推測它可能已經有提供給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擊落 F-15。這個事件，那麼再來就是防空系統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為獲得了來自於大陸的紅鷹6跟它的前衛2。再來，中國可能還提供了伊朗包括了遠程的預警雷達，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於偵測隱形戰機。美國情報單位也說呢，中國大陸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見證者無人機的零件等等。這樣子看起來，這一波這個美伊停火期間，是不是伊朗或許有向中國來請求幫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現在就以戰爭來說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幹哥又怎麼看？好，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其實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們中方的支援？這個說一句實在話不能講。那衛星影像呢，不會告訴你，但是有沒有？我跟你保證，絕對有。而且很多，為什麼呢？因為
伊朗在這種高強度的作戰底下，如果沒有得到相應的支援的話，伊朗多半撐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飛彈、肩射式飛彈、長程預警雷達等等，一定有某一個國家在支撐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則怎麼會打得那麼準？這5個字，這美國專家講的啊，他說打得其實很準。為什麼很準？因為從伊朗公布的高解析衛星影像上面來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會發現說有一些是什麼？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蘿蔔的，你知道嗎？就是沒有命中目標。也就是說，有一些飛彈或者是無人機，你打美國的目標的時候，可能沒有擊中，那當然它就會造成彈坑，會造成的一些損害，不是主要的那個目標的損害。你從衛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沒有，我仔細看了，沒有幾個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麼？伊朗打得很準，打得很準代表什麼？代表情報做得好。情報做得好，誰給的情報？誰給的設備跟資訊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國。中国在這邊幫了很大的忙。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我們就再來看，你有多達15處基地被擊中，你有200多個目標。你知道他們後來撤離的那個美軍的人員怎麼講？他說：“你知道嗎？我們上個禮拜我們還有家庭聚會，還在那邊打橄欖球哎。哇，好在我們先撤了。但是這個禮拜打的話，不是就被飛彈打到了嗎？對，很多千鈞一髮的事情，美軍現在都不公布。為什麼？不能講，講了就沒有士氣了，怎麼可以講？這就有點像我們曾經看過的好萊塢電影裡面就是，那恐怖攻擊。”其實，美軍在沙烏地阿拉伯不管巴林啊，還有卡達很多基地，他是攜家帶眷去的，你知道嗎？他攜家帶眷的時候，有時候他們到了周末這個都會辦那個什麼露營啊，或者是什麼懇親活動啊，烤肉。我跟你講，那個就是最好的攻擊時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報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報局這個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滲透能力是最好的。他們吸取了西方的經驗，所以他密布了什麼？他還有就是說你現在所有的 AI 的進步，伊朗他全套他都有。為什麼？因為西方的那個情報專家早就跟你講說，在阿拉伯世界裡面，伊朗的情報員是最強的，是最強的。所以說大家就知道說，今天如果說巴林的美國第5艦隊基地被擊中了那麼多個地方。那現在準備要把它搬走的話，要搬去哪裡？有個人又出了餿主意，說乾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離那個地方多遠嗎？1000公里哎。那有什麼用？以色列有沒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這個港，才在荷姆茲海峽周邊有它的戰略意義在，不是說搬就搬。何況巴林的基地，美國已經用了30年了，不是說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無處可搬，美國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艦隊基地還要在這邊繼續下去的話，我可以坦白講，到時候一定又會被再攻擊一次，到時候川普你的臉就很難看了。好，這個是我們看到在這個伊朗的強勢的這個態度攻擊之下，美軍他恐怕會來調整他的美軍基地。再來就外交面，我們也來看到說，是不是美軍現在美國方面也是吃癟呢？因為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川普的女婿庫許納跟這一場戰爭的談判的特使魏科夫，他們終於是抵達卡達了，要來展開說他們白宮稱的高層級的會談。結果呢，沒有想到這才放話說完哦，結果伊朗的高層是強硬的否認說沒有啊，我們沒有要跟美國的任何高層會面啊，連卡達也都出面否認說有這一場美伊的會談。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掌握度了，現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裡？因為現在呢，其實分3個層面來看，海峽分成3
3條航線。CNN 說的，北部現在幾乎是由這個伊朗來完全掌控，中部是傳統的國際通道，那南部現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國跟國際海事組織來做協調的。但是也看到最近這個荷姆茲海峽很不平靜，包括了說長榮的貨運它遇襲，還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乾脆未來就來徵收這個服務費吧。所以是不是未來有關於荷姆茲海峽這邊的通行狀況都得要經過向伊朗來做申請呢？再來我們講到了庫許納跟這個魏科夫，說要跟伊朗談判遭拒絕，老師又怎麼看？袁老師，這個我們通常有一句話，談判最忌諱心急啊。我們中國人說心急吃不了熱豆腐啊，意思的話呢，美國現在談判刚好是派出了这個庫斯塔跟魏科夫啊，以為的話呢，這個成績很高，一個是他女婿，另外一個是他原來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為什麼看得明白呢？因為呢，為什麼這個川普會很心急呢？因為他國內有3重壓力。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是他們在參議院投票啊，他已經輸了，這個戰爭要趕快結束。第二，這個民意調查一直下跌。第3個的話呢，就是原來的這個MAGA的支持者。就會發覺說，MAGA他以前罵拜登啊，罵奧巴馬，都罵別人那個輕啟戰端，他現在搞了一個這個偉大不掉的一個戰爭。所以說這件事情的話呢，對伊朗來講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幹，就是你要談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談，這伊朗倒過來了。現在美國顯得很被動，你要了解，美國很被動的主要原因就是說，你不能夠一方面要派了這個庫斯塔爾跟魏科夫去談，那同時的話這邊又講說要把你炸回17時代，那美國人就覺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國內的支持，而且剛剛的話呢，我們委員講的這個東西隔得非常遠啊！因為美國的話呢，舟車勞頓，你不要講別的了，光是航空母艦停在旁邊，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費很大啊。那麼現在對伊朗來講的話呢，最具有這一次這個戰爭沒結束的形勢，就是荷姆茲海峽的沒有完全開放。為什麼？因為2月28號以前，荷姆茲海峽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而且整個東北亞的地區的國家，像這個韓國啊、日本啊什麼的，他們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計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認為荷姆茲海峽是安全的。好了，那這樣子的話呢，伊朗就要展現出來啊。我這邊強調哈，長榮的長利號被炸的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徵意義。我剛剛聽到幹哥講哈，我覺得大概中共有做一點暗示啊。那長榮過去的話呢，你就不要客氣了啊，要不然到目前為止我們聽到消息就是長利號被炸啊，你就沒聽過第20號船被炸啊？那你說這個不是巧合了嗎？啊，這不是巧了嗎？是不是？好，謝謝袁老師。節目一開始呢，還是持續放在現在全球最大的重點，就是美國跟伊朗在中東的議題上，現在談到什麼程度了？我們看到呢，這個美伊呢簽署諒解備忘錄啊，終於是進入到一個收尾階段。那麼美國總統川普他原本就可以想這個大聲宣布說，哇，中東戰火降溫了，油價要暴跌了，美國經濟要再次往上，因為下個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就是美國的250周年紀念日要來了嘛，建國250周年，當然要普天同慶啊。但是現在伊朗冷冷的一句話呢，不好意思哦，就還是把你這個世界還是存在了很多的變數，要把這個談判桌掀翻給世界看，因為證明呢，荷姆茲海峽現在的掌控權還是在伊朗的手上，美國還是要持續被他拿捏。尤其我們再看到最直觀的油價好了，還是取決於這條水道究竟要不要收費。那麼現在伊朗呢，他們就在玩一個所謂的文字遊戲，說這個不叫做通行費啊，我們可以給它改變其他的叫法，你可以管它叫管理的服務費，那這不叫過路錢，你可以給它叫海事的服務費，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話就是我要持續在這個地方收錢，你想要過這邊，你就剝層皮就對了。那美國當然是無法接受啊，盧比奧說了什麼？全世界都不會接受這樣國際航道被收費的狀況，因為自古以來大家通過這邊都是大家就是自由的嘛，就是沒有要跟你收費嘛，所以美國主張的就是開放這條水道就是免費通行，他們只接受這個方案。那會不會是這樣子繼續演變呢？因為這個海峽的問題一天不解決，美國國內油價降不下去，通膨降不下去，會不會影響到後面川普期中選舉的政治炸彈？這一直是他心頭刺的一個狀況。即便現在戰爭已經降溫，我們也觀察到布蘭特原油的價格都已經有稍微的在走跌，但是普羅大眾還會覺得我加個油貴的要死，這個體感啊，跟戰前比起來是回不去的感覺。所以我先請教一下楊老師，川普現在這麼急，一直想把荷姆茲的問題給壓下來。那麼他們說的，如果這個備忘錄諒解備忘錄60天過後呢，這個伊朗跟阿曼
有沒有可能繼續用他們所謂的海峽管理費啦、安全服務費啦、航道服務費這類的名義，持續開了一個先例，就是戰後不管所有人通過這條水道，你就是要給我錢這樣的方式，對全球能源的運輸來說會有什麼樣的負面影響？首先，美國為什麼這麼想要趕快的開放荷姆斯海峽？第一個，它最重要還是它的國內的经濟、通膨，以及川普要面臨到的選舉，還有它越来越低的支持率。它現在支持率來到37%，而不支持率將近58%。所以你看，6成跟4成弱的這個比例其實是越來越嚴重。那當然，年底的期中選舉就會影響到是不是民主黨能夠在某一個院，也許是眾議院取得多數。如果這樣子的話，他接下來2年多不就變跛腳總統了嗎？而且可能會通過一些法案，他難以忍受的，甚至可能會要去主張彈劾川普總統。那就讓我們想到他第一任的後面那段期間，其實一團混亂，而造成整個他後面在施政上的困難，以及後來他落選。那這一次呢，他面臨到的是什麼？他面臨到是他能不能夠順利去讓他的這個接班人，不管是誰了，范斯還是盧比奧當選總統，他才可能在未來他們任何人的庇護之下，避免被司法起訴啊。所以這是個很大的關鍵。那這裡的關鍵就是因為4月份的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是3.8%，5月份是4.2%。如果6月份油價還是這麼攀高，那繼續往上走的話，那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影響會很大。他如果在这個月中的時候把油價掉下來，現在油價真的掉下來了。对，在這個瑞士談判之前，也就是 G7 那段期間，6月17號、16號的時候，油價布蘭特原油是93塊美元。其實2月28號之後，大概都在90塊以上，那沒有低於90塊以下，有2次高於120。那可是呢，在目前這1-2天，油價布蘭特原油來到74塊美元，而戰前是72塊，所以它目標達到了。但你要開放啊，你不能一直不開放，或者是說開放變成假的，那有限的。所以伊朗到底會不會讓這個開放？如果按照國際法的話，這種過境通行權，當然。因為它是天然的海峽水道，它並不是像巴拿馬運河或者是這個蘇伊士運河，那不是，那是人工開鑿的，所以它有就是收費。那可是呢，它可以換個想法，環境維護費，對，管理，然後或者是說管理費啊、服務費這些都有可能。但我個人覺得重點其實不是在這個費用，那費用如果高到難以忍受，那就變成大家又會一個議題出現。我個人覺得是。伊朗要怎麼樣，還是有效的管理掌控荷姆斯海峽，所以它此外可能會設一個管理局，那這個管理局就可以以這個管理局為名，它的這個行政或者它的這個清掃啊等等之類，或者是環境維護啊，來去收這個費用。那還有呢，它通過的航道、航線，過去大概分這個，因為航線大概3.8到4.4公里可是呢，他現在要求在那個比較靠近伊朗這一邊的這個大島跟小島之間，作為一個可能是這個往外走的這個水道，然後小島的另外一邊是往內行的這個水道。目前會不會繼續的要求各個這個船舶造這個水道？如果這樣子的話，那它還是等於有效控制掌控荷姆斯海峽，那收費就只不過是也許一個就是這個錦上添花。為什麼他要掌握荷姆斯海峽？那這就對伊朗而言，這一次的戰爭，他學到這個教訓。荷姆斯海峽的掌控，等於有點像是核彈級的這種對伊朗安全的保護機制，的避免美國可能再一次的在發動戰爭。因為天曉得，川普等到年底選舉過了之後，或者他民調好了之後，那以色列如果內塔尼亞胡10月7號沒有下台怎麼辦？對，那再打1-8任，那然後呢？這個戰爭又恢復，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整個現在伊朗的這個情勢應該講是一種不穩定的僵局，不可能有絕對的問題解決，也不可能全面的戰爭爆發。那美國從韓國運往中東的薩德飛彈系統已經完全回到韓國，又重新布置，所以不可能戰爭全面爆發。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動態的不穩定的僵局甚至衝突。
仍然可能會持續下去。了解。好，剛才楊老師幫我們分析了這個荷姆茲海峽，不管這60天的備忘錄之後怎麼樣，這個命脈這張王牌，伊朗是必須要握在手裡的。那當然，荷姆茲海峽之後的怎麼來收取這個通行費與否，還是要免費開放給大家用，這個都還不確定。但是它對於油價的影響是直接的。這段時間，剛才像楊老師說，布蘭特原油一度是有跌到74、75美元這個區間哦。那美國的柴油價格也跌破了每加侖5美元，但問題是，這比起戰爭前的這個3.76美元，還是超出了30%的價格。而且，在美國老百姓的心中，還是會認為說，我的定錨效應就是在3塊多的柴油啊，我現在憑什麼要加到5塊的柴油？所以還是反映在了很多在川普的民調上，就是說你這個總統亂發動戰爭，害我們老百姓每天這個加油都變貴。那川普他怎麼做呢？他把這個憤怒遷怒到業者上，他直接去怪業者說，我直接在這個社群媒體開罵說，你們這些大型石油公司啊，沒有跟着調降這個汽油的價格，他痛批呢，這個是在敲消費者竹槓，等於他的表態是把自己的立場跟消費者站在一起了，然後來同仇敵愾，再怪這些資本家說你們沒有把石油降下去，還下令說要查大型石油公司。好，上次哥，美國民眾現在對這個通膨啦、油價啦，怒氣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杯期間，好多人來來往往，這個交通使用的很大。都開始醞釀對期中選舉的隱憂，這是不是暴露給伊朗說，反正我現在持續在這件事情上跟你拖時間，我繼續打這張海峽牌，我就可以掐住你的命。我們首先來看川普為什麼要突然，他跟這些大型石油商美國這些都是不是美國啊，它是跨全球的大型石油商。我想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大概是美國最大2家。另外像康福跟西方石油，除了在賣石油之外，他們還做一些包括開挖礦產的以及這些輸送油管的這些技術，所以這些其實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動輒來講，按照道理，其實美國川普要跟他們合作啊，不是嗎？包括像委內瑞拉那些石油到現在拿下來了，還沒開採呢，還是要看這些大型石油的油商的臉色。但為什麼現在川普要痛罵這些石油商，而且說要求調查？當然毫無疑問的，主要還是在轉移啦。我們知道現在美國的高通膨的問題，包括現在美國聯準會本身還沒有看起來會有降息的可能，所以這方面其實都跟整個這個川普的大棋盤，它的大戰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現在，但是事實上我們感受到的，尤其美國選民跟美國的民眾所感受到的，就是現在的通膨的部分的本質裡頭，最主要的結構還是來自於能源，尤其是石油，特別是每天加油看到那個油價，你就一直感受到覺得川普無能，所以呢，他現在就把整個所謂的大型石油商說他們哄抬物價，說他們透過油價來坑殺消費者，我想很明顯的主要叫轉移整個政治壓力，跟大家一起罵石油商，否則大家都在罵政府啊。他現在一這樣大家想想也是有道理，特別是當油價跌下來的時候，你的實質的部分的這種零售的油價還是這麼居高不下。不過我們要知道，其實現在大型石油商，你覺得會受到美國政府的很強烈的影響嗎？其實就委內瑞拉的這個事情，到現在來講，承諾要去幫他們開採那些重油的，還是很少很少。特別是埃克森美孚就完全拒絕了啊。而且我們現在知道，在整個波灣地區的重建這個部分，現在不只是荷姆茲海峽通了的這個時候呢，好像大家油價或各方面就恢復成過往。要知道有很多，包括阿曼，包括很多阿聯酋，以及包括伊朗很多的地方，其實都是曾經被破壞過的。所以這些破壞的部分，包括要重建起來的這些管線輸送，跟是不是要導入新的這個 AI 的這個油的管理機制，都是這一波我們剛剛講以美國的為主的大型石油商，他們要去做重建計劃的。人家可不是只有賣油，或者很多油輪在這個全世界跑來跑去。所謂這個開採，包括這些運輸提煉，都是這些美國大型石油商為主的手上獨有的部分的技術。所以你說真的，川普可以跟他們切割嗎？除了荷姆茲海峽之外，我們現在看到是荷姆茲海峽好像通暢油價就回來，還牽涉到那麼多波灣國家被炸毀受損的重建，你以為是3個月就可以修好嗎？最快很多都是要2、3年為主，而且現在已經都在開始進行了，所以它這個結構性是捆綁在一起。油價本身，我認為隨着油價下跌之後，應該美國部分就會降下來。而且美國其實自己本身生產很多油，他們油價降不下來很大的原因，也在信號節目都談過。主要美國的這個頁油鹽，他們
生產出來的是輕質的油，所以可是你這些煉油，美國自己的煉油都是老的設備，在加州這一帶，所以變成是他們輕質油賣出去，再進口一些油，提煉之後才能變成現在美國汽車用的那些油。所以这种进进出出還是美國本身石油結構的問題，不是生產或荷姆斯海峽打開之後就可以完全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談油跟海峽，這個就牽扯到了很多的錢，但大家可別忘了，海峽談錢，核設施談安全。這一場戰爭剛發動，打出的出師表，打出的理由就是美國跟以色列說要阻止伊朗擁有核武嘛，這是這個戰爭他們說的說法，起點是這樣子。那麼在談判中，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副總統范斯，他說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就是伊朗點頭了，願意讓誰來介入？聯合國的國際能源總署 IAEA 可以說好，你們派員來我們伊朗做檢查，我們的農作用設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但這是你美國人說的啊，伊朗沒有這樣說啊。德黑蘭馬上就不認哦，他強調呢可以查，但是任何的查呢都是要等到我們這個60天最終協議達成之後，才可以讓你這個放行哦，進入到伊朗裡面來做查。說白話啦，就是要等整套細節這個和談賠償什麼東西都講好之後再來說吧。所以范斯所謂的重大突破，會不會只是他一廂情願的說法，或者美國一廂情願的說法？而且後面的變數其實還很多。而且目前看起來，伊朗雖然我們都知道他的海軍跟空軍已經被美國都已經全部限制住，但是為什麼他的進退讓步，還有他堅守底線的立場，透過這一次的在日內瓦的和談，我們看出來態度還是蠻強硬的。他背後究竟還握有什麼樣的事情，讓他可以這樣持續跟美國耗下去？楊軍，因為川普打這場仗犯了2個錯誤。第一個他在開戰之前沒有很明確的開戰指導，他就貿然的去打了這場仗，打得莫名其妙。那第2個錯誤，他要終戰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很好的終戰指導，貿然的就這個脫離戰鬥了哈。但你要知道，脫離戰鬥在戰場上面是最難的。我們看到川普這次是不是因為他自覺得自己陷入到戰爭的泥淖裡面，立刻抽腿就走？我跟你講在戰場，如果在戰場上面你抽腿就走，這叫什麼？叫被迫脫離。那你如果說是要脫離戰鬥，你應該要主動脫離。主動脫離怎麼樣？你最起碼有一個佯動或者有一個佯攻，讓敵人知道說你還有作戰的意圖，這時候你再脫離戰鬥。可是你這次很明顯被迫脫離，被迫脫離，我跟你講，敵人一定會怎麼樣？一定會乘勝追擊啊！當然這次很明顯，我們按照這種戰爭的邏輯來看，伊朗這時候不就是在採取的所謂戰略追擊嗎？只是說他不是在戰場追擊，他在談判桌上面給你追擊啊。那我們看到伊朗這次這個整個談判的過程，從開始川普在這個在凡爾賽宮簽的 MOU 開始，一直到現在。那可以說，伊朗是步步進逼啊，然後這個川普這邊、美國這邊是步步這個敗退啊。我們就講一個最簡單的、這個現在最明顯的一個濃縮鈾的問題來講好了。其實最早在2月26號、2月28號開打，在2月26號的時候，美伊雙方已經在日內瓦談了有關於濃縮鈾的問題。濃縮問題那時候伊朗也答應，他願意稀釋濃縮鈾。他本來我就沒有發展核武的計劃，我的這個濃縮鈾只是為了要這個發展這個核能發電，也是和平的用途。那時候伊朗那時候有主動說，我可以讓原子能總會進來，總署進來檢查證明我的濃縮鈾降低到某一種濃度，但是你美國要解除對我的制裁，以及解凍對我的資金。我記得2月26號的時候，雙方談的框架是這個樣子，但是沒想到美國在2月28號隔2天以後就貿然採取突襲的手段去打了這個伊朗。那這整個過程你看出來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作戰指導，所以難怪現在這個濃縮鈾來講的話，當然我們在戰爭的過程之中，這個3月份作戰過程之中，我們在這邊也討論過很多次，認為美軍會不會動用地面部隊這個進去，這個把濃縮鈾這個把它搶出來，把它佔領奪取，然後之後又傳輸美國這個堅持濃縮鈾要放在美國自己來，要交給美國來保管那當然伊朗的說法說，有傳出說是不是交給這個俄羅斯或交給中國來解除這個美國對他疑慮。那最後結果是什麼？是現在濃縮鈾變成伊朗自己這個要保存，自己來處理，自己來處理，降低這個弄。那美國說好，那你自己來保存，那我檢查總可以吧？現在伊朗說不行，
你還是不能檢查，要我看我的臉色哦，60天以後再說。对，那我們從整個談判過程之中，你會不會覺得就像是一场軍事上的行動？伊朗是乘勝在追擊啊，美國是節節在敗退啊。那這場戰爭，我覺得這種很明顯的哈，伊朗現在最大的一個作戰的成果，就是最大的戰果就是擁有了荷姆茲海峽的話語權。那60天之後會不會收費？那伊朗會不會借此來作為這個對全世界要挾手段？但是我們看到美國對這件事情來講的話，現在是毫無辦法，只能嘴巴上面在那邊承認，實際上面提不出任何一個作為。川普這一句話真的是耐人尋味，他說認了德黑蘭是有權利擁有飛彈的，到底怎麼回事？這時候以色列真的是氣炸了，但是也沒有用，因為確實現在伊朗方面掌控比較高的主導權，不管是荷姆茲海峽石油金流，全部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今天就這些議題會深入的一起來做探討。首先歡迎到場來賓，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張將軍。市民好，大家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市民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一樣哦，我們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也會請我們的來賓一起來幫我們特別做回復。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句話，川普呢，其實這一次是在公開的場合，也就是在 G7 的時候，講到美伊戰事，竟然講了一句話，震驚全場。他說，伊朗可以擁有飛彈。他說，從長期為什麼這個川普的態度從長期的封鎖到現在立場大轉變呢？這當中是不是被現實給逼到讓步了，導致他只好戰略重置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其實呢，我們看到美伊戰事到現在哦，沒有辦法真的平靜下來的重點原因，就是在納坦雅胡了。范斯這時候受不了了，他跳出來痛批納坦雅胡仍然持續的強硬的推進黎巴嫩。接下來，華府對以色列的耐心還有嗎？甚至有沒有可能用一些方法來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說切斷對於以色列長期的軍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來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沒有可能這麼做？最後會來關心到的是，我們剛剛提到了伊朗現在打出了各種的談判的籌碼，不管是荷姆茲海峽，不管是有關於石油問題啊，還有這種經費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讀伊朗真的贏麻了嗎？今天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來看到的是這一次美伊的協議簽下去，真正炸鍋的、最緊張的，現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為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了川普在 G7 當中說的，來看到細節，他說呢，伊朗必須擁有一些飛彈。因為呢，其他國家也有啊，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飛彈，為什麼伊朗不能有呢？他還說，飛彈不是問題啊，它是不會炸毀整個地球的。這一句話震驚了全場，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數十年來，甚至在這一次的美伊戰事，為什麼要打的一個核心的關鍵之一，也是因為伊朗的飛彈長期被美國跟以色列視為中東的最大危機。如今川普的態度大轉變，大家就在看說，是不是因為打伊朗的代價實在太高了，高到川普無法忍受了。包括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戰事當中，美國承受的包括了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基地遭到襲擊， F-35被擊中，阿帕契還有 MQ-9 死神無人機被打下來，連他的盟友這一些波灣國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擊，包括了飛彈的攻擊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撐不下去了。那麼我們看到伊朗的外長也最新喊話了，他說飛彈也是特別提到了飛彈哦，他說是拿來發射的，不是拿來談判的，這話說的非常的強硬。那麼現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慮了，尤其是美伊雙方簽的這個協議，以色列是沒有角色在這當中有任何發言權的。我們來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納坦雅胡，他說呢，川普啊現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偉大領導人。還說呢，以色列大約你們有2/3的防禦武器都是我們美國製造，美國納稅人錢替你們買單的。言下之意就是說，是不是呢？美國有可能收手對於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這樣解讀嗎？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好，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從限制對於伊朗的飛彈，到現在說，這個伊朗也可以擁有飛彈，這話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轉變？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續的推進在黎南地區的這個
進攻哦。那麼已經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國會不會乾脆放手呢？就讓以色列自己去對付真主黨，甚至讓真主党去打這個以色列，有沒有這樣的可能？張將軍怎麼看？因為伊朗這一次他的整個跟美國還有以色列之間的戰爭，這38天來看，這伊朗他有發揮了他3個特色。第一個，伊朗的戰場經營是行之有年，經過40年的經濟制裁跟武器禁運，伊朗他就做戰場經營，他利用他的地形，將這些武器裝備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讓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國對伊朗的這方面的攻擊戰損相對的有限，這樣子的伊朗的戰力保存就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會有後續的報復，就是這個伊朗所說的真實承諾，一批一批的打了100多次。好像那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國炸得差不多了嗎？甚至川普還講說已經毀掉伊朗90%的戰力，那結果沒有90%啊。這一波一波的怎麼算？那90%只是川普說的，那真正的情況，保持說伊朗的這個戰場經營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當的成效。第二個，伊朗他敢打，他敢報復。今天大家對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國對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總共毀了美國在這個中東地區駐軍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還有這阿聯酋、沙烏地阿拉伯，還包括了巴林，整個地區總共擊毀了，對，擊中了228個軍事目標，所以他的報復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為攻擊是最佳的防禦，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別人的基地還好啊，繼續起飛，繼續炸你，那你怎麼辦？一報復把它炸掉嘛，炸掉吧，就是打仗就是要毀掉敵人的有生戰力。所以他一定要實施報復，一定要實施攻擊，以攻代守，这是伊朗做的。我們知道這個戰略決策非常的明確。第3個，伊朗他不怕打，他繼續打吧，你要不要繼續玩？他繼續啊，沒有說這個38天打完了，美國如果要繼續動，那繼續動什麼？你如果美國小動，那伊朗小報復。那如果美國大動，那伊朗也要大報復哦。伊朗都是這我們講的對等報復，都是這樣。換句話，他不怕繼續打。他不會說這個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國沒有一擊奏效，沒有一鼓作氣。美國過度樂觀，讓伊朗這方面有了底氣了，沒有讓伊朗在戰爭意義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後續的談判就能夠跟美國分庭抗禮，而談出這個對伊朗比較有利的 MOU 諒解備忘錄。好，我們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氣哦，所以現在呢可以跟美國來做這個談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國想要停手，關鍵點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為我們知道呢，這個以色列呢持續的對黎南來做推進。那剛剛講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總統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國可以怎麼讓以色列停手呢？會停止对以色列的軍援當作是一個卡關的一個手段嗎？那另外一方面，納坦雅胡真的也願意停手嗎？一方面他還要面臨國內的這個官司、貪污的官司壓力，那他有沒有可能為了延續政治生命繼續打下去？有沒有可能？那厲將軍怎麼看？川普終於認清了納坦雅胡是一個渣男，是一個騙子。這個原來這個。跟伊朗是在2月26號的時候，在瑞士日內瓦談判的時候，其實以上的台院都談得差不多了，就沒想到2月28號，我們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納坦雅胡騙了進去打了這場仗。好，我們聯手來把伊朗推翻掉。我們現在斬首作戰，我有最新的情報，他們今天所有高層都集中在那邊開會，我們一口腦把它炸掉以後，伊朗政權就推翻掉了。川普一聽，有道理哦，這個這麼好的一筆生意，那當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個月以後，我們現在回頭來看這個1個月過程是怎麼樣？不是都美國在打嗎？戰損都是美國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麼戰損？美國光戰機包括到無人機，總共被毀掉了45架，大概我算過大概45架。那美國從這個韓國這邊調動他的薩德系統、愛國者去協助伊朗防衛。總共打了200多枚，為了防衛以色列，美國打了200多枚的愛國者導彈。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幾枚呢？
他大會投資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國在保護以色列？都是美國在花錢。再來，我們講美國所付出的代價有多少？我們現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臨的國內的通貨膨脹，包括他們自己在波斯灣地區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擊型的武器，他打的更多，花了多少錢？光戰斧型巡弋導彈1枚要300萬美金，美軍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說850，後來那天又補了49枚，将近900枚，1枚300萬。美國花很多錢去打的這場仗，動用了兩個核武戰鬥群。那試問一下，大家回頭去看，伊朗有什麼戰損？伊朗好像沒有什麼戰損了。伊朗現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國再拖入這場戰爭裡面，讓他不要脫身。那納坦雅胡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這場仗只有繼續打下去，他才避免他的這種貪腐的官司在自己國內受損。他可以借着國內還在戰爭的這個理由來延續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覺得這是川普很清楚看出來納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現在繼續在這邊，在黎巴嫩南邊那邊繼續發動這場戰爭，來這個讓我沒有辦法跟以色列來進行所謂的和平的和談的協議哈。所以那當然川普會非常的生氣。所以我覺得這場戰爭很明顯看得出來。川普哈，就從這場戰爭裡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這種納坦雅胡就是一個渣男，就是一個騙子，陪他去打這場仗，害他虧了這麼多。好，那我們也來看到說，那美國沒有辦法停手，因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們現在也看到說，那美伊現在雙方要簽這個 MOU， 到底對誰比較有利？因為也有外媒直接說這個伊朗是贏麻了，真的可以這樣子形容嗎？我們稍微來看到一下，這一次呢，這個協議簽下去之後，可能有許多的條件是對伊朗相當有利的，尤其是在經濟這一方面。來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來一旦恢復在戰前的這個出口量的話的水準的話，伊朗年收入可能就會突破600億美元，這是來自於最新的估算，換算新台幣1.9兆元。另外呢，超過10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伊朗的海外資產會被解凍。再來就是美國這邊上次我們提到了承諾說3000億美元要幫助伊朗做這個重建的計劃，伊朗也可以拿到。再來就是荷姆茲海峽在前60天免收費，但是從這60天之後就會轉為制度化的收費制度。現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評川普，我們看到許多的共和黨員也非常的不滿川普，認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誤。當然了，川普是不會承認的。他回應說：“我不想成為胡佛，讓戰爭拖垮經濟。”等於說，他現在也承認了，美國現在內部面臨非常嚴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經濟的各式問題。漢庭怎麼看？這個哪有那麼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國家有給任何人好臉色嗎？沒有嘛，終歸還是實力原則。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國輸了。今年呢，在我們農曆年來說叫丙午年，所以美國簽的就是丙午條約，甚至呢，這是美國簽的一份悔過書。你看這川普過去多囂張狂妄，把我的世界當中沒有國際法啊，除了我的意願、我的拳頭之外，沒人可以約束我。但是現在 M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國自此承諾不再對彼此發動任何戰爭或軍事行動，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脅，連威脅都不可以。所以美國已經退讓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從1979年之後啊，美國大概每一個總統都有打伊朗跟滅伊朗的夢，現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國呢，不僅說不要去摧毀伊朗的導彈，川普還說可以擁有飛彈，也要同意解凍伊朗的所有的資產，還要再送上3000億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麼解釋啊，這個不是賠款啊，那這也不是美國的錢啊，是別的國家要出錢啊，那把它包裝成投資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賠款。但是根據 MOU 的內容和資金的用途，事實就是你美國為了要結束這場戰爭，補償伊朗的損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後來投資3000億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來行賠款之實嘛。所以美國花了750億美元對抗伊朗，然後又花3000億美元重建伊朗，為了啥呢？就是為了要開放荷姆茲海峽。那在戰爭之前，它本來就是開放的，
對，所以我們還是要講回那句話，就美國帝國主義啊，就不講理，凡是能不講理的地方一定不講理，如果能講一点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讓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夠打仗打到讓老美賠款，這在我小時候幻想中覺得應該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情，沒想到2026年就實現了，而且還是伊朗讓它實現的。那當然未來呢，你說這什麼3000億啊，會不會完整的兌現啊，或是能不能兌現一部分，這不知道。但不管怎麼樣，只要是白紙黑字寫在條約當中的，還簽字了，這個錢最後來多少都不重要，因為是美國帝國主義的面子跟裡子都輸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燈塔，然後呢，这個了不起的美國霸權，現在呢，竟然已經在正式對伊朗吞下苦果跟慘敗。一旦美帝走下神壇，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